我想大家迫不及待了，现场满的人潮。台湾励志协会简称是 TIA AIT 的颠倒很好记，所以我们的宗旨就是扶持青年，强化台湾与国际的连结我们很战战兢兢的办好每一场的公益活动。礼拜六的名人讲堂呢，就是我们的招牌。那我们都请到最重量级的，今天是我们的年度的压轴，我想大家都迫不及待了我们现在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董事长，欢迎宋办。谢谢大家。今天很多是好朋友坐在这边我觉得谢谢大家来捧场，我就不一一打招呼了。听说今天的压轴，我应该吃胖一点来否则这个重量实在不够。那今天我们的励志协会是叫 inspiration 嘛，inspiration 其实也有启发的意思。今天我分享一个这个非常简单的图，可是它启发性非常的大。这是什么图呢？大家请看你看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把每个国家的国民所得加起来我们从农业社会一直走过来，走到了19世纪才开始成长，结果在2战以后一飞冲天，这实在太惊人了。你看，这是我们在这一代的亲身体会的。1950年的时候，台湾的个人国民所得才120块美金，最近我听说了，我们突破3万7，大家财富一飞冲天。我看到这个图，我非常震动。这基本上我们道家讲，人修的到了得道的时候，会羽化登仙，羽化成仙。这人类社会现在是羽化成仙的。你千百年来的那个国民所得没有成长，突然现在一飞冲天，这是多么这个让人这个兴奋、让人这个震惊的事情。大部分人都没感觉。你每天有什么捷径跑去看烟花，挤得满满的，这么重要的人类智能的放射，大家没感觉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第一要从这里开始。为什么会财富这样子一飞冲天？因为现在科技让我们具有智能可以无中生有，创造巨大的财富。我们现在每个人用苹果手机第一支出现在2007年不到20年，卖了超过25亿只。我中间创造多大的财富？苹果手机之外还有 Android 手机，数量比这更大，是吧？同样的，2007年特斯拉推出它第一部电动车叫 Roadster， 至今呢，你看它已经卖过超过850万台，所以这个财富的这个创造是非常惊人。那你比方说，你看，如果你2019年第一季买入特斯拉，现在可以赚多少呢？我有经验，因为我买过。2017年我买了特斯拉，那时候一股300块，300块以后，它后来有分割嘛，有一次分5，一次分3，所以说你一股变成15股，所以你300块成本变20块嘛。那依据最近这个特斯拉这个平均收盘价大概480嘛，就是24倍，对不对？24倍没什么了不起，你如果在低的时候买 NVIDIA。100倍，你看，另外看那个 ChatGPT 2022年底才这个发布，3年而已那现在它每日答复25个问题，市值估计超过5000亿美元，巨大财富的创造，就在每天在发生在我们眼前所以人都成仙了，是吧？有人就讲了你们这个财务不均你们这样发的话，造成严重财务不均，是不是呢？确实虽然我买特斯拉赚了一点小钱，可是我每天看我的邻居，看到邻居郭台铭，我就觉得财富非常不均。这不得不承认对。可是现在很多人在抱怨财务不均的时候通常都忘了2件事情重要，一个叫做消费者盈余。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有巨大的消费者盈余。什么叫消费者盈余就是这个东西100块我都会买，可是它只卖我20块，中间80块就是我的消费者盈余我们社会存在着巨大的消费者盈余那很简单，我们举个例子像婴幼儿疫苗这一张图呢，可以看到，就是说在1750年全世界婴儿活不到5岁的比例高达30%以上，有的年份分的高达50%。
比如说生2个5岁之前死1个，那么这么高的死亡率，后来因为什么？因为大量疫苗，所以它传染病不受感染，所以现在这婴儿很难，除非你虐待他，他不会死的。这个就靠什么？靠疫苗。所以说，如果说你今天有生小孩啊，疫苗卖多贵，你都会去买，对不对？可是现在免费，还要劝导你去打，是吧？这个就是代表巨大的消费者盈余啊，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我们活在一个巨大的幸福当中，跟以前相比啊，因为我没感觉，还强迫我们去接受，是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没有注意到的，说虽然整个社会还有贫富不均，可是赤贫的数量比例一直在减少。什么叫定义赤贫呢？照这张图来讲，每一天的所得没有到2块美金啊，算是赤贫。1820年的时候，高达90%的人都是在赤贫线下。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不到10%是赤贫的。现在那个穷人变得比以前来少很多了。这个就是社会整体的财富在增加。刚刚讲的几个图表啊，都是从这本书出来的。是2018年这个哈佛大学教授 Steve Pinker 啊，他出了一本叫做Enlightenment Now。上周出版社呢，在2020年把它翻了叫做在启蒙年代。我有一次在那个台大演讲嘛 ，EMBA 班300个，我每个人送他一本，算一算，哇，送了20万哎。其实今天也可以送，不过来不及。那这本书啊，我认为说大家应该看看，因为里面有他们统计了非常多的像世界银行啊、联合国啊很多研究机构提供各种数据啊、图表啊，来让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啊，比以前巨大的进步。现在人啊，健康寿命大大增加。台湾在战后，它平均寿命是40岁，现在80岁。以前人生70古来稀啊，我现在80岁来站这里演讲，对。那不知道该感谢谁，感谢太多了。感谢这个时代，对不对？像以前韩愈讲，40岁啊，事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又没有植牙啊，对。对。那么，另外我们现在整个世界啊，它的环保安全各方面的大不大的进步。比方环保来讲，在书里面有讲，我们现在这个陆地的面积啊，大概有15%是划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什么概念呢？就差不多2个美国的面积都划成了保护地。全世界的海洋啊，有的12%也是划成保护区啊。所以这个都是人社会巨大的进步啊。所以另外也大量福利国家涌现出来啊，就是照顾所有民众。像我们的健保，就是福利国家体现了啊，这重大的福利，也是重大的消费者盈余啊。不过最近发那个1万块钱，我是有意见的。那不叫福利，那狐狸，这糊涂的乱送钱啊！好，对不起啊，不讲这个。那么这本书呢，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看。那么讲了很多正面的，不过呢，并非每个人都认同啊。我发现什么？这里面这个序啊，那个朱敬一讲话，朱敬一大家知道是中研院院士，以前做过国会主委嘛，对吧？他说，如果你问我愿意活在现在还是活在100年前，我的答案绝对是现在，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现在社会都比100年前好太多了。但是如果你问我，现在人民与1000年前人民何者的生活比较幸福，这恐怕就没有标准答案了。别人讲就算了，他是中研院士、国会主委讲这话啊，那我们就好好来探讨一下了。好，首先看了就是说，就像1000年前是宋代嘛，北宋，那么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第一个它是很穷的，农业社会怎么样穷法？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台湾呢、现在农业占总产值的不到2%，啊，大家知道吗？农业产值很低的，农民是很辛苦，可是用到70%的水，所以今天打台湾的工业啊，什么这个服务业，通通不要，通通去做农业，你只能增加多少？70%水都给你用。100%给你用，只能增加多少？就说2%变3%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再不能上去了，没水了。所以
你把全部都做农业，到现在整个产值不到3%，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要塌缩掉97%，是吧？所以农业是很苦的啊，这是第一点，千万不要对农业有什么这个过多幻想。可是农业其实代表我们人类社会的伟大的进步。为什么说呢？在农业社会，我们人类这个叫智人啊 ，Homo sapiens 是10几万年前出现嘛，在非洲东岸啊，大家知道。那现在有人常问我说：“哎，你的籍贯是哪里啊？是不是山东？”我说：“不是，我是非洲，非洲东岸嘛。”所以马英九跑到湖南祭祖，说：“你搞错了，你应该到非洲去啊。”这我们开始是渔猎社会，靠打猎捕鱼嘛。打猎捕鱼啊，人家算过，就是要5平方公里水草丰沛的地方才养活一个人。那人多怎么办？杀、赶。所以以前人的原始人类没有车子，甚至没有鞋子，千里迢迢大迁徙，为什么？后面有人杀他。所以如果照这个来讲，你看。台湾这36000公里的这个土地，平地啊，能够务农的大概只有1万公里，照这个比例啊，只能活2000人。我们今天已经容纳了台湾人口的5%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是以前。可是农业出现这个伟大的技术进步，农业进步以后，使得我们每有0.5平方公里可以养活一个人，也就是我们生产力增加了10倍，所以地球可容纳2亿人。到了5000年前，懂得灌溉以后，我们可以0.1平方公里养活一个人，所以地球理论上可以容纳10亿人。1500年呢，统计上地球人口没有超过4.5亿，啊，所以这样大家知道说，以前人生活是非常困苦，而且虽然农业伟大的进步，可是农业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可以久待的环境。那农业社会多苦啊！这个司马光。这个曾经有一篇《论劝农》杂志就是这个公文呐啊，你看他讲的农民生活啊，苦生苦力，饿衣立食，以食百谷，复炼炊烟，摇曳出烟，浇水的把它榨干了，还要去出劳役。丰年的时候啊，这贱跳也供上市去，贱跳什么意思？就是贱卖谷物嘛，谷贱伤农嘛。上市去就官家要，还要给在家。为什么在家？因为农民是个体户，需要借钱。来租地、买农具、买种子、付药费，所以农夫都欠债累累。丰年的时候还债，凶年的时候怎么办呢？流离弃乡，转使供货，就是这个1000年的农民的生活。当然了，有人说啊，这个农民是苦，可是我是士大夫啊。1000年前有苏轼这种人啊，啊，每天美食啊，游山玩水，行诗吟词，很潇洒。是不是这样子呢？哦，你看这个苏轼的故宫他写的《寒食帖》，想要被流放到黄州3年了，生活之苦啊！前面的不管他，最后一段说：“野泥枯途穷，死灰吹不起。”到这个境界啊，我想学那个竹林七贤的阮籍啊，阮籍就喜欢到处逛没路的话，他就大哭啊，叫哭途穷。我想学哭，可是我都哭不出来。心如死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这是苏轼。所以说，从这里来讲，我们说，这个对农业时代不要有幻想。说1000年前跟现在谁比较幸福？没有标准答案，有。你看《寒食帖》知道有标准答案。你不要活在那个时候，是吧？其实南北宋时期啊，相对来讲是商业比较发达，管理比较宽松的时候，所以一般人生活比历朝历代算比较好。可是呢，你看。他统计啊，南北宋之间发生了无数次的这个农民革命，大概每0.7年就会有一次，所以在农业时代呢，经常会发生这个战乱。一发生战乱的时候很恐怖。现在了解说，从汉末到三国啊，这么一折腾呢，汉末5600万人口啊，到三国建立的时候减为800万。那么唐代安史之乱搞了7年，唐代人口从5300万降到1700万。那你看满清入关啊，1600年的时候，明代有近2亿人口，到清初这个1650年，大概顺治6年的时候，不到9000万，1亿多人就杀了。尤其是四川，上百万人杀成几万人，啊！后来四川的人口就要从
湖北啊、广东调过去啊，就是这样，很恐怖。其实毛泽东主政以后，也搞死1亿多中国人。我们一个姓曹的，还有时候会写诗啊，他写个这个蒿里行，蒿里是坟墓的意思啊。铠甲生机师，万幸一死。铠甲生机是什么意思啊？狮子嘛啊，长在身上，鸡是狮子的幼虫。你说那个中年打仗，士兵啊都没有时间把盔甲脱下来洗澡，所以那个狮啊、鸡啊都长到铠甲上面去了。万幸一死亡，比方说我们讲百姓嘛，死人太多就万幸。白骨露于野，到处是白骨，千里无鸡鸣，没人了，当然鸡也没了。然后说没人不是野鸡会叫吗？野鸡出现立刻被抓去吃掉了。生民百遗一，100个剩1个，念之断人肠，曹操写的那其实我跟曹操没关系，而且曹操也不姓曹，他本名夏侯的，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体验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幸福的文明社会，以前农业时代是野蛮社会。朱经一讲说，活在农业时代可能比现在幸福，应该是我想说快笔下的诗言，因为他写文章非常快，绝对农业时代是人生命的悲歌。从农业时代走到我们现在文明时代靠的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应该了解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野蛮农业时代走到今天？当然，第一个是科学兴起，科学在17世纪发展。那么现在我们讲科技，很多人把这个科学跟技术搞混了。科学跟技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研究正确的因果关系比如下雨人说以前龙王放水，那不是正确因果关系，是吧？现在知道说是下雨水蒸气蒸发什么之类的。那么科学是已经存在宇宙间的一个因果关系，我们只能发现。技术是解决问题和制造器物的方法的 know-how， 它是需要我们发明的。那么人类的技术远远走到科学里面，对吧？古人造桥、修路、坐船或者是陶器、瓷器、铜器什么，这些都是技术可是科学真的是17世纪才真的开始，就始于说哥白尼发现说太阳才是太阳系运行的中心，这叫日心说，而非古老的地心说。在哥白尼以前从托勒密一直到这个15世纪大家认为说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不动的，太阳、月亮所有行星都绕着地球转。这托勒密他是活在公元100年到170年，活在这个罗马统治下的这个埃及的亚历山大，他就画出这个地心图。这地心图呢，也能够大部分都相当准确的能够预测这个天体的运动所以这是从托勒密开始一直到哥白尼时期，这是大家认为就是毫无可以怀疑的这个公理。圣经也把这个套在里面，圣经说地球不动的。可是呢，这个哥白尼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这么复杂的这个图应该是不对的这个有个奥卡姆剃刀原理，这个很重要。这个是由14世纪的逻辑学家叫奥卡姆的威廉，这个 William of Ockham。这个 William 他是个教士。这奥卡姆原理他说当你有2个方案理论或解释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最简单的那个通常是正确的基本上就是一般的大道至简就是太复杂的东西。比方说像检察官或者警察问犯人，都喜欢你回答是或否，有或没有你中间一扯就像人家这个有个笑话问中国外交官说你有没有家暴老婆？他说家暴是我反对的，不符合这个奥卡姆剃刀原理。那哥白尼的认为说，透过他的观察，应该是大陆绕着太阳转。绕着太阳转的话，其实这个图就非常的简明那么中间有个关键就是说，怎么样证明是大家绕着地球转，还是我们绕着太阳转这有个很重要的这个图，就是说这个托勒密的这个模型没办法解释一个叫做火星的逆行的现象所以逆行现象就是说，你看这上面来讲，它本来1点跑到2点、3点，又回来4点，回来5点、6点，就好像这样绕为什么这样子这样用日心说解释就很简单。你看
像底下这个红的是太阳，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火星也绕着太阳转，它在外面的大圆圈嘛，这个大圆圈没画出来，所以地球运行到1点的时候，火星也在1点，你看它的方向是那个方向，可是慢慢，你这个地球运行到每1点的时候，它对应的这个火星的点呢，它就呈现这种逆行的现象。所以逆行的现象用托勒密模型没法解释，可以用日心说就很轻松的解释啊。所以这个哥白尼在1514年就确定这个行星绕着太阳转，可是哥白尼呢，不敢讲话啊，因为怕受到迫害。在哥白尼时代呢，这个罗马教廷势力非常大。哥白尼其实 by the way， 他是一个教士，他其实在教堂很有地位，因为他的舅舅是波兰的主教，他又是教士，又是财务专家，又是货币专家，劣币驱逐良币就是他发现的他还是个医生啊，精通各种语言，还做过外交官。那么他知道说这个公布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他的论文其实在1514年就写好了，可是快到1543年快死的时候，他学把印出来给他看，他摸了书就走了所以没有受到这个迫害。可是后来的这些人，像日心说的就很惨了。Giordano Bruno 他是一直宣传日心说，结果他被抓到罗马去，从这个1592年呢被审讯了7年，叫他认错，悔改不肯，所以1600年在罗马的花园广场活活被烧死。那另外就是 Kepler 他不但是相信了日心说，他创造了这个天体运行的3定律1609年提出一个说所有行星都绕着太阳转，以椭圆形轨道运行的第2定律。过了10年就整理出第3定律第2定律就是说椭圆形半径相同时间扫过的面积是相等的这意思就是说你越接近太阳的时候，它飞得快；离开太阳远，它会飞得慢。然后第3定律就是说最长轨道半径的立方跟周期平方成正比这是科布勒3定律。那么这个3定律是何等伟大的定律，可是他并没有受到当时的尊敬，也偷偷摸摸，他没有被这个抓去烧死，因为他是日耳曼人不在罗马教廷管辖之下，可是他也被当地的教廷驱逐，认为他异端，所以他也是到处流浪靠那个讲星象算命为生今天我看那个台湾新闻说，台湾人每年花3亿在算命其实我想在这块市场去抢占一下那算命很简单，那算命说命好不好？当然一定好我整个财富也在增加，一定好不过你不要东南西北看，你往上看，是吧？那么另外这个伽利略很伟大的，伽利略他是第一个是把这个物理现象做很多实验，数学来表示所以他早期的像那个自由落体这个惯性这些力造成加速度，这些都是伽利略发明的。后来这个牛顿出现，伽利略在1642年去世，牛顿是出生，这可能是科学上的转世。牛顿呢，比他们多了一个，他发明了微积分用微积分把科波勒、伽利略这个理论呢整理出来，所以他在1687年发表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这个物理力学上皇帝的地位一直到1905年，这个爱因斯坦把它修正，隔了10年才出广义相对论。隔了10年很有趣，跟那科波勒第1、2定律跟3定律提出的间隔也差不多一样，10年，这很有趣的巧合。那么我讲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改变我们人类何其伟大的人物，何其伟大的历史。我们中小学应该教这个可是我们中小学每天教一些流氓史。什么叫流氓史中国这些帝王每个都是流氓。中国儒家讲我们要什么讲这个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啦，什么3小德5大德，讲了半天，希望把人训练成君子然后希望君子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在中国呢，平天下的没有一个是君子，通通是流氓。毛泽东是最大的流氓，是吧？
所以应该从小学开始教这个科学史。那么配合着科学的发展啊，还有重要的就是民主的革命。你看到这个罗马教廷对科学的迫害，就知道民主的重要啊。所以很幸运，就是说11世纪民主的重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啊。光荣革命是什么？就是当时的这个英王詹姆斯2世，当时这个法国路易14啊，是他表兄弟，他们这个祖父母是同样的。那这个路易14在法国是太阳王啊，不得了，雄才大略，南征北讨啊，很专权。那么这詹姆斯想学他表哥，也在英国要专权。英国跟法国不一样，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就是国王跟贵族权力是抗衡的。詹姆斯2世想把这个加重王权集中，同时最重要的说，他要学这个路易14，把天主教取代当时的英国的新教。所以后来这个英国议会呢，就去商量，詹姆斯的女儿叫玛丽，玛丽嫁给了荷兰的执政啊，叫威廉3世。那么他们就说，哎，你们夫妻俩回来把这个詹姆斯赶跑啊。那玛丽也同意，为什么？因为玛丽本来应该是詹姆斯2世继承人，可是结果呢，詹姆斯2世又生了一个儿子，他继承权可能落空啊，回来把他赶走。光荣革命并没有这个死亡，就是詹姆斯跑到法国去啊，所以这个是光荣革命。那么光荣革命以后呢，英国就订立了权利法案。权利法案叫第一个，你看限制王权，就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废除法律，议会制定的法律国王不能废除，不得征税，和平时期不得维持常驻军，而且保障议会，就国会议员有言论自由，国会必须定期召开，也保障民权。人民有请愿权、选举自由，不得对犯人施加残酷的刑罚。所以这个权利法案呢，就是确定了真正的民主啊。那么接着呢，1689年 John Locke 提出政府论，约翰洛克，这有重点，就是说，第二没有什么君权神授这种事情啊。第二个是每个个人老百姓都有天赋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啊。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政府权力分立，当时这个建议说，行政、立法、外交分开。那么这个分立后来被蒙德就把它确定变成行政、立法、司法3类分立。那么第5，他说，如果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有权利武力推翻暴政。江洛克这个政府论就是确定了主权在民，它的影响呢，你看美国独立受到影响，法国大革命受到影响。1948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在重复约翰洛克的理论啊，重复主权在民，助民自决。所以在今天在台湾来讲呢，说台湾是谁的？当然是台湾人的嘛。那主权在民嘛啊，这从1689年江洛克讲到现在，讲了多少年了？老共还在讲着他有台湾主权。这个11世纪民主的发展，保障了自由和私人财产。促进了科学发展，你不尊重他的智慧财产权，不保障他的自由，科学很难发展，对吧？那么科学带动了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以前讲说，技术远早于科学，不过以前的技术很缓慢啊。你有什么技术很快，别人就抄走了啊。可是科学知道因果以后，这技术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今天我们享受这个文明，我们也知道说，民主科学是带动文明提升2个巨轮啊，是让我们羽化登仙的2只翅膀。因为科学技术发展，所以19世纪有动力机械的革命，20世纪有电子电脑革命，20世纪现在进入了太空 AI 的革命。那现在我们回谈谈这个中国的问题。这个中国很讨厌，每次说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我们讲台湾没问题，你才有问题。这中国问题从什么开始呢？从名称开始。第一个，中国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地理名称，从来不是国家名称，所以我们应该叫对岸叫3河流域，就像我们看中东2河流域一样嘛，什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2河流域，什么他们呀？那中文应该讲3河流域是长江、黄河、珠江3河流域，这是地理名字。3河流域几千年来流淌过无数的民族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啊。那习近平有次在新年讲话说，你看
中国的名词啊，在西周的青铜器的河尊上面就出现“中国”2个字。哎，那个是地名啊，不是国名，别乱扯。那是这个中国讲的就是河南商丘这个地名，不是国名。所以就是说，几千年来漳河流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攻过，连这一点呢就不科学啊，乱扯。中国的问题在这里。所以中国呢，基本上就是有文化而无文明。这在台湾来，我们要区分这2样东西。什么叫文化？文化是生活习惯的总和，叫文化，对吧？你吃什么，你喜欢什么，过什么节庆，有什么信仰，有什么风俗，这些都是文化。今天我们讲文明很清楚，就是你有没有科学，没有民主，这2个就是文明的翅膀。你没有科学，你没有民主，你没有文明。我很多人说认同中国文化 ，OK， 中国文化我也认同啊。那可是中国是没有文明的。这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1793年呢，英王这个乔治3世派了一个使节团来 Macaulay 见乾隆，为了展示英国实力并诱发贸易兴趣精心挑选了这个600箱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包括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蒸汽机模型，装有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叫皇家君主号。有榴弹炮、连珠枪、望远镜、热气球，等都是代表英国这个科技跟工业实力的产品，希望能够跟这个清廷来做贸易。结果清廷为了说你要下跪跟我下跪，折腾了很久。他说怎么我英国怎么跑来你下跪？不行。后来就说这样，你们英国你看了英王礼节什么？他说我的单膝下跪。OK， 好，就用这个。单膝下跪，算是跪了，接见了。接见以后呢，乾隆对表示因为海军威力、工业实力的东西毫无兴趣，说只是奇技淫巧，随手把这些礼物丢进圆明园的仓库。直到67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才发现这些礼物还锁在仓库里面。乾隆就说那你既然来了，我写封诏书回给乔治3世，这个在故宫都有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尔等欲遣使久居天朝，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动不可行。想来我这里住，门都没有。而国王远在重阳之外，恭顺来贡，把他送礼物当成贡品，更加体恤，无得别生妄想，以知事端。乾隆就回赠的也很多礼物，都是什么农产品、工艺品，什么茶叶冰糖绸缎、瓷器、漆器。送回英国，结果这么傲慢锁国，很快的受到教训了。1860年，英法联军进军北京，清军在大沽口，就天津的前面张家湾连败之后，9月21号在八里桥决战，升格林沁集结了约3万名清军，包含精锐的蒙古骑兵，对8000名联军冲锋，结果阵亡数千人，溃败。这英法联军仅5人死亡。40人受伤，那你说这双方的科技实力就从这里看出来了。乾隆错过的文明的教育，选择了这个站在文明的对立面。德国大哲学家这个黑格尔，他对中国也提出看法。他是生于1770到1831黑格尔在这个1818年提出了这个叫做科学哲学百科全书纲要，然后后来在1820年开始担任柏林大学的主持哲学系，让柏林大学成为当时这个全世界哲学研究的中心它是影响非常巨大。那么黑格尔他看中国了，他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就是皇帝。其实皇帝也不自由，是吧？那么中国历朝历代更替精神上一点进步都没有，就是专制王朝起来落下，起来落下，没有进步。那么在中国呢，法律、道德、宗教它不分的。法律就是皇帝一制，道德伦理就是家族服从宗教就是讲一些礼仪祖先崇拜像马英九乱祭祖这种。在中国，个人没有抽象权利，个体性一出现，你要想特立独行，就被家族、国家、皇权吸收掉。18几年的论断。现在2025是不是很准确还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就只有一个人自由了，你占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什么上将，
哪一天啪一下就没了，生死未卜，是吧？去向不明，这中国是这样子啊，朝来更替，一点精神进步都没有。所以这个黑格尔的看法很准确啊。那我们再看余英时教授啊，在普林斯顿大学，他是近代这个政治的历史的权威。他讲中共，他说毛泽东在1949年所建立的政权，彻头彻尾是一个现代化的光棍政权。这光棍就是流氓地痞的意思啊。中共消灭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独立生活资料，把全国财产集中在光棍集团手中，其分配的多寡完全依照权力的大小。所以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只有2大阶级，即有权阶级就是中共光棍集团和无权阶级是中国全国人民。林彪说，在中国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了一切，真的是一针见血。林彪自己本身就是例子啊，他每天跟在毛泽东身边巴结有权，毛泽东一旦不喜欢他了，跑到出逃的蒙古坠机死亡啊，彻头彻尾这样。跟刘少奇也是一样。余教授讲说，现在中共光棍集权啊及其核心分子所追求的是绝对的权利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特权，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现代价值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中共光棍集团最主要特色就是谨守这一集团的权利，丝毫不肯放松，要置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于不顾。所以中共政权不过是王朝体系的现代变形而已。这话讲的对不对啊？有没有人反对啊？不敢举手。中共这个建立所政权之后，一连串的暴政啊。那你看我们这个有荷兰的这个学者作家叫 Frank de Kooter， 他写了3部曲啊。第一部是《解放的悲剧》，讲这个1945到1957年这样种种发生的悲惨的事情啊，土改啊、三反啊、五改啊、反右啊，种种的运动，杀人如麻。到毛泽东大饥荒，就是1958到1962啊，当时其实是风调雨顺的，饿死这个上千万人。为什么？官僚啊，因为当时就是说啊，每个人说我要增产啊，报我每个人都虚报说我有多少粮食，多少增产。然后收上去以后，说粮食不够吃了，不发，看着人饿死，这个极度的这个人为的灾难，极度的残暴啊。好，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开始文化大革命，他们讲叫10年浩劫，这个就是中共这个暴政历史。这3本书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像我们今天吕正理先生，他也写一本呐，他写中国整个共产党的历史。他是全世界的嘛，很多人写这个啊。可是就说现在奇怪，台湾是好像整个这个舆论教育体系啊，就不去碰中共。现在一些那个年轻人啊，念小红书、抖音啊，对中共还充满好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啊，就是现在台湾年轻人不了解中共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我认为说民进党啊这方面严重的缺失，不去讲这个，让大家了解中共是多么罪恶，多么可怕。所以现在有人说啊，这个改革开放让中共变好了，有没有变好啊？没有啊！你看现在刚才讲了，现在习近平主政之下，余英时讲的话，这个黑格尔讲的话都是准确无比啊，没有变好，对不对？那说换下习近平就是诸事大吉，换下习近平啊，只要共产党在。不会好。那么共产党要怎么样好，还是2个事，就民主科学是民主。民主怎么样好，要放弃大一统。其实，在这个1920年，毛泽东就曾经主张说，建立河南共和国啊，就是河南自治。陈炯明也说要越人治越啊。陈炯明说要先有地方自由民主，以后才能谈到说。去跟别的省联合啊，或建立联邦。陈炯明他是对的，因为什么？你看美国来讲，它是叫合众国，它每个州几乎就是独立的，所以这个要先有独立的个人，有独立的群体，有独立社区、独立的地方，然后大家在独立之下理性和平的可以互相谈怎么样结合。
如果是连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独立就好比一个人你没有独立，你去跟他什么签约啊，或者要做生意啊，买东西要结婚不行的，是不是？民法规定你要有独立意志，你可以做这些事情。同样道理说民主就包含了地方自治，尊重每个人的人权，这才有民主。那么大一统是什么呢？大一统就是说你隔壁邻居啊，没人墙打洞，你说你这打洞干什么？他会想钻过来跟你住啊。然后你家的钱我要分你的事我要管这叫统一。统一就根本就是践踏人权的。你不讲人权，你就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精神。所以讲统一的人基本上是反民主的。可是今天很多讲统一的人，每天民主，这不通这是什么欺负我们嘛？是吧？你这讲统一，你是反民主的。你怎么资格讲民主呢？所以今天呢，我们选择很简单，我这个图画个总结。今天的文明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可以说羽化登仙嘛。可以说过去的社会是爬虫社会，爬虫社农业文明里面就是在地上爬，生产力很低，弱肉强食，没有任何法治、人权的保障。可是我们这个进到民主的社会呢，我们是有法律。有自由，互相尊重。我希望它这个从爬虫社会进化到一个飞鸟社会，人人独立，互相尊重。那你看这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出来以后，主张主权在民的，所以全世界的独立的国家从60个增加到现在195个，也就是主权在民嘛。你这个殖民者你要离开，人家谁住这也是主权是谁的嘛，是吧？这就是一个文明的飞鸟世界，也是我们现在生存的世界。你如果是这个被中共统治回来，你又回到这种爬虫社会。爬虫社会就是大吃小，强凌弱，无法无天。所以台湾你现在应该好好的飞鸟，羽化登仙了，你不要回做爬虫这就是很简单，是吧？所以这是我说这是大家努力的方向。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